你有没有发现，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是你感觉自己总是在做一种无效的努力？你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看起来比谁都勤奋，但一年到头一复盘，账户余额没怎么涨，能力没啥提升，人还在原地踏步。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可能掉进了巴菲特和芒格最紧贴的那个穷忙陷阱，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大家好，我是小 A， 欢迎来到我的成长频道。很多人可能不信，芒格亲口爆料过，巴菲特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作狂，他一天80%的时间都只做2件事儿：阅读和思考，这才是他创造千亿商业奇迹的小秘密。传闻林肯也说过一句话：给我6小时砍树，我会花4小时来磨斧头。我们的生活就像砍树，思考就是在磨斧头。但残酷的真相是，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则并不希望普通人有时间去磨斧头，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奶头娱乐，用各种短视频、无脑爽剧、碎片化八卦去填满你所有的缝隙时间，转移你的注意力，消耗你的认知带宽，让你在一种低水平的忙碌和短暂多巴胺快感里，心安理得地把生命给浪费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那些让大部分人深陷的穷忙陷阱，以及我会告诉你那些顶级大佬是怎么用他们的智慧把这些陷阱给锤爆的。首先，我们最常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一心多用，假装高效。你是不是也这样？一边开着语音会，一边听着行业大佬的深度网课，一边陪孩子写作业，一边盘算下个月的房贷和开销，甚至连上个厕所都要同时开好几个网页查资料。你以为这叫时间管理大师，但科学早就证明了，我们的大脑根本就没有多线程处理的功能。你以为的高效，其实只是在不同任务间非常消耗脑能量的低效切换。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做机会成本，当你把注意力分散给5件事的时候，你失去的就是把1件事做到极致给你带来的回报。这就好比你本来有100瓦能量，但是你把它分散了，你就是一个15瓦的灯泡，除了能照亮一小块地方，毫无杀伤力。但是呢，如果你把这100瓦聚拢在一个点，你就是一把激光切割刀了，连钢板都能切穿。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变成激光呢？巴菲特给过一个妙招，叫25:5法则。有一次，他的私人飞行员 Michael 向他请教职业规划，巴菲特让他写下人生最重要的25个目标，然后圈出最核心的5个。Michael 说：哦，我懂了，我会把主要精力放在这5个上，剩下的20个等我有空了再做。巴菲特立刻打断他说：你错了，那20个目标不是有空再做的事儿，而是你要像躲瘟疫一样死死避开他们，直到你完成前5个为止。所以你听懂了吗？与其假装高效的应付25件事儿，不如用极致的专注把1件事给它干穿。还有那个致命的完美主义和拖延症，你总是想等一个完美的时机，做一个完美的计划，然后再开始行动。结果呢？结果就是永远没有开始，你自己还焦虑的不得了。这也是假勤奋的变体。心理学上有个72小时定律，就是说，当你决定做一件事儿，如果72小时内没动静，那这件事儿你大概率永远都不会做了。所以你看，真正的敌人根本就不是事情有多难，而是那个永远在说等等的你。巴菲特有句话影响我特别深，宁愿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他做决策不需要100%的信息，有80%的把握就够了。先开枪，再瞄准，在行动中修正，在迭代中完美，这才是成事之道。好，当你不再瞎忙了，那第2个大坑又来了：3分钟热度和无效社交，我把它叫做伪成长。看到别人炒股赚钱，立马开户；看到别人做自媒体火了，火速买课；看别人用 AI 效率很高，连夜注册账号。反正什么赚钱就想学什么，但每一个都只是浅尝辄止。你这不叫拥抱变化，这叫机会主义的浮躁。没有在一个领域深耕，你所有的努力最后都会变成沉没成本。那沉没成本是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花出去且收不回来的钱和时间。比如你想健身了，今天买个跑步机，明天报个瑜伽班，后天又去开了几个运动 app 的 VIP， 钱是花了一堆，但课没有听几节，跑步机最后变成了晾衣架。这些打水漂的钱和精力就是你的沉没成本。更可怕的是，这些事情一旦多了，它会严重磨损你的自信，觉得自己这些事儿都不擅长，以后就放弃了。那要怎么打破这种魔咒呢？其实根本原因不是你的自控力不行，而是你连自己擅长什么都没搞清楚，就盲目跟风。这里我们就要学巴菲特、芒格一生都在坚守的能力圈原则了。
他们一辈子只投看得懂的公司，只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因为他们深知一个人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你不需要什么都懂，什么都去追，你只需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然后死守在里面就可以了。那普通人要怎么扩大自己的能力圈呢？刚开始别先追求强度，先养成习惯。想健身，别一来就要一天1小时，先从每天运动15分钟开始。想要看书，别奢望一天啃1本，先每天雷打不动看10页，或者每天听听有声书。把成长变成像刷牙一样不需要消耗你意志力的习惯，那你的能力圈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顺便说一句，当你还在到处挖浅坑找方向的时候，千万别去搞什么人脉社交。你参加各种饭局，加了上千个微信好友，天天在朋友圈里点赞，以为这就是人脉。错了，人脉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芒格说过，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可靠的方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当自己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你认识谁都没有用。那些点赞之交，除了消耗时间和钱，关键时刻对你毫无帮助。那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要向内求，而不是向外索取。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当你做出了一些成绩，有效的人脉自动就会向你靠拢。记住，打造自己永远胜过取悦任何人。高质量的独处远胜于低质量的社交。如果你能做到前面2点，那你就已经超过80%的人了。但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的，还是你对自己心智的掌控。很多人之所以穷忙，是因为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了情绪内耗上。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抱怨老板，抱怨环境。看到别人赚钱，第一反应不是分析学习，而是嫉妒，酸溜溜地说一句，这人肯定有背景，他就是运气好而已。这种负能量就像精神鸦片，让你沉浸在受害者的角色里，获得暂时的解脱，却唯独忘了所有问题都只能靠自己的行动去解决。我们芒格对嫉妒有个经典的理论，他说，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贪婪，而是嫉妒。但嫉妒是唯一一种你完全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乐趣的罪过。所以聪明人就会启动巴菲特的内部积分卡了，只为自己的进步和标准打分，根本不活在别人的影响和眼光里。普通人抱怨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而高手们总是在研究别人是怎么把事情搞砸的，我要怎么才能避开这个坑，这次结果不好，根源在哪里，我能学到什么。而这一切心智稳定的前提是你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目标。人生就像射箭，如果连靶子都不知道在哪里，那你每天把自己练得满身肌肉，疯狂拉弓又有什么意义呢？正是因为没有目的地，所以路边随便一只猫叫，随便一个八卦都能把你的魂儿勾走。那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那个靶子呢？来品一下巴菲特的鸡汤。他说，有人今天能在树荫下乘凉，是因为有人很久以前就种下了一棵树。这句话的含义是，你人生的那个长期目标，就是你今天要种下的那棵树。当你真的在心里种了一棵需要10年、20年才能长成的目标之树时，你所有的决策、所有的专注，都会自动围绕如何让它长得更好来进行。到那个时候，你再回头看那些短期的诱惑、别人的闲言碎语、一时的得失，你就会觉得他们非常渺小，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你看，实现人生逆袭的秘密从来都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忙。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也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对认知带宽的分配。穷忙族把带宽用来应付琐事儿，抱怨生活，追求短期的多巴胺；而顶级玩家把带宽用来做减法，找目标，享受长期的复利。这些陷阱就像一面面镜子，照出的其实是我们思想上的懒惰。大部分人宁愿在战术上忙得精疲力尽，都不愿意在战略上花10分钟去思考一下，这件事儿真的值得我做吗？所以下一次，当你感觉自己快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感觉自己明明很努力，却依然没有起色的时候，停下来，深呼吸一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到底是在低头砍树，还是在抬头磨斧？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过堂再见 Respect Charlie, it's done.